Hello， 大家好，我是主任。没错，看今天的背景，大家应该就知道，今天我们正式来上手体验刀鱼3。在前几期的视频当中，我们有介绍过刀鱼3。刀鱼3有着非常多的亮点，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迫不及待想去体验刀鱼3了。虽然刀鱼3现在还没有在 Lab 实验室当中上线，但最近 OpenAI 已经将刀鱼3集成到了 ChatGPT Plus 和微软的 Bing Chat 当中了。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如何通过 ChatGPT 去生成绘图，以及刀鱼3绘图质量能力到底如何，还有就是跟 Midjourney 的一些对比。如果你也喜欢 AI 工具或者前沿科技资讯，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那么废话不多说，抓紧我们今天的体验吧。首先是如何使用这个刀鱼3啊？刀鱼3默认是在我们 ChatGPT Plus 用户在 GPT-4 的拓展模块里可以找到这个刀鱼3的入口。然后 ChatGPT 最近新出了一个这个数据分析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为大家演示。这里选择刀鱼3的拓展模块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随时跟刀鱼3进行一个对话输出图片了。我们这里也是先试试它之前官方演示视频的效果。在上期视频我们也介绍了这几个图片。现在在这个刀鱼3的官网上，这些展示的图片有所更新啊。我们随便找几个之前介绍过的图片。OK， 把这个提示词粘贴过来，我们直接输入。可以看到 ChatGPT 已经在调用这个刀鱼3了。刀鱼3也是默认生成4张图片，然后它的每一张图片的拓展词，它会帮我们完善。生成好了。点击任意一张图片，我们可以放大查看啊。然后刀鱼3默认的图片比例是1:1的，然后我们想更改图片比例的话，就用你自己的语言去跟他说就行了。可以看到这里的图片跟官方展示的这个差不太多啊，尤其是第一张是写实派的啊，然后有插画、漫画风格的都有。这个风景我们也试一下啊。生成好了。可以看到基本上跟它展示的这个很像啊。然后接下来重点来了啊，我们先为大家演示一个刀鱼3所独有的功能。刀鱼3默认可以为我们生成4张图片，但是呢，它可以对这4张图片进行风格指定。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生成4种不同的图片。我这里是让它去生成4种不同风格的这个图片啊。有 3D 的人物特写的艺术风格和高速运动中的动作捕捉也是对它的一个绘图能力做一个考验。OK， 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指定的 3D 的，它给了一个随机的东西。第二个是一个人物特写，第三个是一个艺术风格的图片，第四个是动作捕捉。这里我们也是直接拿它生成的这些图片去跟 Midjourney 去做一个对比。我们一个一个来啊。首先是 3D 的，我们让 Midjourney 去同样生成这样一个 3D 图片，对比一下。Midjourney 给我生成好了。这4张图片在 Midjourney 这儿生成的 3D 效果呢，我觉得没有刀鱼3的细节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点击这个可以下载啊，或者是点击左上角，我们把这张图片下载下来看一下。OK， 大家可以看到刀鱼3生成的这个 3D 效果的图片，它的细节很丰富，而这个是 Midjourney 去生成的。OK， 我们再来试一下第二个人物特写。OK， 生成好了，可以看一下大图。这个是 Midjourney 做的一个人物特写，有雨珠啊。然后我们回到刀鱼3上来看，对于人物特写，我觉得是处理的没有这个 Midjourney 好的。Midjourney 包括毛发呀、毛孔更写实一些。好，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艺术照啊。OK， 这是 Midjourney 做的一个艺术照，我们来看一下。Midjourney 的艺术照是一个人物特点的，这里的提示词应该是没有指定具体的艺术风格类型啊，所以这里不好评判。OK， 最后一个是动作的特写捕捉，我们来看一下 Midjourney 的效果。可以看出 Midjourney 对动作的捕捉更加的清晰、清楚，而且非常细节。观感很好，而刀鱼3的这张图片来讲，感觉有一些没有太细节啊。这张图片我说实话已经分不太清，这个是 AI 生成的还是现实。好，这个就是随机图片生成的一个效果展示啊。不知道有什么点子的时候，可以让刀鱼3给你一些随机的图片啊，
并且这艺术风格也是可以随机指定的。对于像这个 Midjourney 的区域重绘以及这个以图生图的能力，刀鱼3目前是不支持的，因为刀鱼3这块没有任何的输入图片的地方，没有入口。这里试着把它生成的一张图片，把箱子改为这个香蕉，它也是尽量维持这个形象不变，但其实细看也是变了的。它不支持这种区域重绘的能力，这块是一个短板。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刀鱼3比较牛的一个功能。在上期介绍刀鱼3的视频里，我们介绍了这个官方演示视频啊，就是这个向日葵的小刺猬，它并且把它命名为 Larry。它再说 Larry 的时候呢，它就 ChatGPT 就会明白它的意思。那么我们这里也是直接生成一个形象啊，我们随便给一个牛油果先生，应该长什么样？刀鱼3最方便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支持中文。我们在 Midjourney 或者 Stable Diffusion 要记那些难记的命令，或者是我们需要再翻译成英文再输入给它，而刀鱼3不需要这些步骤，你只需要告诉它你的想法就行了，并且刀鱼3可以为你这个想法做扩充，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可以看到已经生成好了，第一张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啊，这第3张是什么鬼？这是忍者神龟吗？那么我们给这个牛油果先生起一个名吧，叫 Mr. A 吧。OK， 他已经知道这个名字了。我们让他记住这个 Mr. A 之后呢，他能干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让他去帮我们生成一些漫画。带文字的漫画，这里可以看到它这个英文基本上都是准确的，但是也有部分是重复的单词，但是已经很准确了，并且有动作，连续动作，这个是 Midjourney 所达不到的。电影海报，这个是电影海报，但是它后面几张生成的跟这个牛油果先生没多大关联。然后是书籍、专辑、杂志和报纸封面，你可以一口气让它生成4张。第一次我这边生成的时候，他可能忘了 Mr. A 长什么样子了，然后我又强调了一遍 Mr. A 是牛油果先生，他重新给我修正了。这里因为可能是为了保持同比例，它有的时候横屏竖屏它弄得不太好，大家下载下来旋转一下就 OK 了。这个是书籍封面、专辑封面，是杂志封面和报纸封面。做的都很精致，然后是贴纸。OK， 你可以让刀鱼3生成一些这个儿童的贺卡，甚至是做一些 logo 图、网站设计。最后我们再来试一下之前视频里提到的这个睡前故事。请用 Mr. A 制作一个睡前故事，并带上插图。OK， 让刀鱼3去生成一下。这个睡前故事插图已经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很精致啊。但是它的故事也是用英文给我描述的，可以让它去翻译成中文啊。再来一遍 ，OK。还有就是你可以让刀鱼3帮你做一些填色画，这个功能是我没有在这个 Midjourney 和 Stable Diffusion 找到的。然后是这个信息图的设计，刀鱼3对信息图的设计也是非常友好的。可以看到这个牛油果是从小到大的一个转变，包括这张图是更具体一点。在这里提示我有一张图是生成失败了，同样的我放在 Midjourney 去生成的话，这个就不像一个这种信息图，跟我的这个提示词差距有点大。然后就是隐私与版权这一块相关的，就像咱们之前视频里介绍的那样，对于像这种公众人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有版权的东西啊，它是会比较注意的。OpenAI 是不会给你生成相关的图片的。从今天的体验来看呢，刀鱼3在绘图质量上绝对不输 Midjourney 太多，甚至在很多领域上要比 Midjourney 更加符合我们的需求。这种只需要简单的对话就可以生成我们想要的图片，就像私人助理一般，这才是 AI 时代所带给我们的震撼。
但就目前来看，刀鱼3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还是需要丰富一些功能，比如区域重绘、以图生图、自定义的模型训练等等。我们给它一些时间，静待花开。那么我也会持续关注刀鱼3的最新动态，同时也会不断的去更新实用的 AI 工具。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本期视频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见。